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美国总统拜登，就拜登总统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仅向你表达诚挚的慰问，望你早日康复。白宫方面早前发声明表示，已接种4剂疫苗的总统拜登感染了新冠病毒，但症状轻微，正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规定进行最少5天的自我隔离，并且开始口服新冠治疗药物。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从周3晚间开始出现轻微症状，包括流鼻涕和疲乏，并时不时干咳。确诊后，拜登通过社交网站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状态良好，并感谢各界的关心。Hey folks, guess you heard this morning I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but I've been double vaccinated, double boosted. Symptoms are mild,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inquiries and your concerns. But I'm doing well. I'm getting a lot of work done.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get it done, and in the meantime, thanks for your concern and keep the faith. It's going to be okay. 白宫发表声明称，拜登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并接种了2剂加强针，其中第2针在3月底接种。目前，拜登开始服用辉瑞的新冠治疗药物。白宫表示，拜登患重症的风险因此大幅下降，但《华尔街日报》称，拜登最大的风险因素还是他的年龄，暂时不清楚拜登感染了哪种新冠病毒。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导方针，拜登将在白宫进行隔离，直到检测结果为阴性。在此期间，他将继续全面履行其所有职责。周4上午，拜登一直通过电话与白宫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并将通过电话方式参加白宫计划的会议。而拜登的夫人吉尔周4进行的新冠检测呈阴性，当天他按计划到底特律访问。他表示会遵从美国疾控中心的指示戴口罩。副总统哈里斯到访北卡罗来纳州上台演讲时戴上了口罩。他周2与拜登一起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夫人奥莱娜·泽连斯卡娅。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政界多名高官都曾感染新冠疫情。前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哈里斯、众议长佩洛西、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等均已感染过新冠病毒。前国务卿鲍威尔还因新冠去世。美国当前的整个的这个防疫政策，我们知道它已经是比较常态化了。那基本上就是在防疫这方面，它不做出非常严格的管控的。因此可以说，这个拜登本人这个就是感染上这个病毒它这个不是一个偶然性的事情，它其实某种程度是或早或晚，是迟早的一个事情，并不意外。美国知名媒体政客专门列举出特朗普与拜登确诊康复的过程会有何不同。首先，拜登已打过4剂疫苗，产生了高水平的保护力，而特朗普于2020年感染时，疫苗的研发还处在早期阶段，即便接种也面临更高风险。第二，拜登使用最新的治疗方法来抗疫，包括服用帕克斯洛维德。相较之下，特朗普当时是接受雷杰纳荣制药公司制造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以及使用瑞德西韦。第三，当前的美国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株虽然传播力更强，但致命性相对较低，而当时特朗普感染的则是传染性较低但毒性更强的毒株。第四是并发症。报道指出，特朗普的主要风险在于他的肥胖，而这对拜登来说显然不是问题。拜登比较显著的风险在于年事已高。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和白宫新冠疫情协调员阿什贾在简报会上强调称，因为拜登已经接种疫苗并注射过2剂加强针，加之目前正在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他患重病的风险大大降低。而在被记者问及拜登是如何感染新冠病毒时，阿什贾表示不知道，让·皮埃尔则说这不重要。Where was he infected? I don't think we know. I certainly don't know if you have any thoughts on it. Look, I don't think that matters, right? 纽约邮报说，让皮埃尔的这一回应让现场记者大吃一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反问道：“你说他从哪里感染的无关紧要，但是他从哪里感染，怎么可能无关紧要呢？这当然涉及接触者追踪。本届政府此前对于这一问题非常重视，这怎么可能不重要？”针对拜登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的白宫一系列表态，美国政治新闻网评论说，白宫正在试图淡化疫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5就美国总统拜登感染新冠病毒致慰问电，望早日康复。境外媒体今天就此特别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提问，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
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国家主席就别国元首染疫致慰问电，这实际上是大国外交的例行方式。那我个人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呢已经先后向感染新冠的毛里塔尼亚总统、波兰总统以及英国女王发出过慰问电。此前呢，还曾经向染疫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等等呢致慰问电。新冠疫情期间，慰问电实际上已经成为传递中国态度、彰显中国担当的大国外交高频的工具。那么，海内外媒体印象深刻的是，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初，世界卫生组织呢于2020年3月14日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那么，中国元首当月就曾经向疫情严重的一些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接连发出9封慰问电，表达中方的慰问和支持，展现出中国与外部世界并肩战役的坚定的态度。当然了，外界对慰问电的这个特别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呢，也归因于拜登在确诊前一天曾经主动向媒体宣称，预料10天之内将会和中国元首通话。周四，汪文斌在回应日本记者求证查询时虽然表示没有可提供的信息，但是呢，他也强调中美元首通过各种形式保持着沟通。那么就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实际上近来美方高层频频在就此在放风造势。国务卿布林肯月初在印尼巴厘岛和王毅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马拉松会晤之后，他呢就在下一站曼谷的访问行程中向媒体公开表示，中美元首可能在未来几周进行对话。那么更早前，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还曾经在陪同拜登启程访问韩国及日本的空军1号专机上，特别呢就可能到来的通话向随行的美国记者吹风。所以一定程度上，美方对于推动实现两国元首的直接对话，表现出更大的一种迫切性。同样，基于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分量和外溢性，外界呢对此也是高度期待的。为什么您觉得美方会表现出更大迫切性呢？外部世界又在期待什么？为什么外部世界高度期待中美元首直接对话？说白了，就是希望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面对诸多的风险挑战、各种不确定性之时，能够真正摆脱所谓选边站的困境困扰。美方为什么表现出更大的迫切性呢？高层官员频频在喊话放风，甚至拜登本人都在喊以10天为期呢？确实是因为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近来呢问题不少，气需最高层来靶向顶舵，来做强有力的引领。中美有效沟通、管控分歧的紧迫性、必要性都在显著上升。中美两国今年5月间都曾经为届满99岁的基辛格老人庆生。基辛格本周二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主编采访时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忧虑一语言表。他呢直白警告两国不能陷入无休止的对抗，美国处理地缘政治问题必须要展现尼克松式的灵活，所谓 Nixonian flexibility。这位在太平洋两岸都备受尊敬的一代战略大师，甚至呢在访谈中直接喊话拜登，告诫不能让美国国内的政治干扰对中国重要性的理解。所以美国总统突发染疫会不会对两国高层沟通带来现实的影响？外界对此实际上是高度关注的。但是呢，我个人判断它的影响是可控的。尤其从拜登新冠确诊以来，白宫尽力对外传递的这个信息来看，我认为基辛格老人对中美关系的焦虑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讨价还价近2年后，参议院日前程序性通过了52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这项以高额补贴吸引各大芯片制造商到美投资建厂的法案，为何在接近过关时却引起美国芯片企业的内讧？值得警惕的是，这个法案夹带私货，规定企业如果想获得美国政府的补贴，就必须在未来10年内禁止在中国大陆新建或扩建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工厂。这种反市场经济规律的排他性行政规则能否推进？来看看报道。美国众议院周二以64票对34票程序性通过了520亿美元芯片法案。美国舆论认为，该法案可能将于下周在参议院获得正式通过。芯片法案命途多舛，早在2020年6月，美国国会就呼吁推出第1版，目的是以提供补贴的方式来吸引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
这项法案被认为是两党分歧最小的法案，但也正因为如此，两党不断往里面夹带私货，最终成为厚达2912页的美国创新法案。由于过于庞杂，两党就文本吵得不可开交，始终无法通过。如今中期选举在即，拜登民调又跌入谷底，急需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挽救选情。因此，民主党将芯片法案从美国创新法案中剥离出来，回归原本的520亿美元补贴方案。为求快速过关，拜登近期密集派出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参加了不对外的全体参议员简报会，对他们进行游说。但分析指出，参议院的快速过关可能会引起共和党的警觉，预计他们将在众议院阻击该法案，以避免该法案的红利都落入民主党的口袋。更令人意外的是，补贴尚未出炉，美国的芯片产业就产生了巨大分歧，多家行业巨头纷纷指责芯片法案不公平。路透社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法案只照顾到了芯片制造企业，没顾及芯片设计企业。根据当前的法案内容，像英特尔这类芯片制造企业将从芯片法案中获得补贴，用于在美国建厂，还能获得25%的购买工具税收补贴。相比之下 ，AMD、英伟达和高通这类自己设计芯片但需要代工的企业，无法从芯片法案中获得直接好处。芯片行业其实有3种模式，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垂直整合模式，像英特尔、还有德州仪器、还有美光这些。美国企业，他们是属于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说，它不光设计芯片，而且还制造芯片，还测试芯片和销售芯片。而另外一种模式是，无晶圆厂模式，就是像高通、苹果这种公司，他们是只负责芯片的设计。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代工厂模式，就是像台积电这种模式。而这次美国的这个法案主要是补贴芯片制造，所以像英特尔和台积电这种。厂商就是受到最大的补贴。还有舆论质疑，芯片法案依旧是政治盘算大于实际用途。参院版本的芯片法案草案中就明确要求，获得美国芯片法案补贴的半导体企业，在未来10年内禁止在中国大陆新建或扩建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工厂。共和党籍参议员罗布·波特曼宣称，这个计划将让美国比中国更具竞争力，将把优质的就业带回美国。观察认为，正是由于这一附加条例，才使得参议院10多位共和党人罕见的妥协，对芯片法案投出赞成票。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周一的表态更毫不掩饰地说明了该法案的真实用意。他说，美国支持建立强力护栏，芯片法案补助的半导体企业将被限制在中国大陆投资，有助于减缓中国半导体产业成长。这也是法案最重要部分，相信强大护栏能维持现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特尔等芯片制造企业一直在向国会施压，要求尽快通过芯片法案，以获得高额补贴，但参院最新版本的法案对在华投资设限，让这些企业难以接受。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英特尔和美国半导体协会反对这项限制，一直在进行游说。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5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亚太地区是最大的区域性半导体市场，而亚太地区最大的国家市场是中国，占亚太市场的56%，全球市场的35%。其中，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高达49.9%。英特尔、美光等美国芯片企业代表3月在参议院参加质询时也表示，中国市场庞大，如果芯片法案执意要限制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从长远来看，恐怕会损害美国自身的竞争优势。To continue the leadership that we have, to be very, very thoughtful about, being able to sell products there so that we're maximizing the position of our product revenue, but to continue to keep a substantial technology leadership, for our equipment suppliers as well as our chip suppliers to be able to have revenues there. It's the largest chip market in the world in China.So we need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像英特尔公司2021年在全球的营收是790亿美元，而在中国的营收就达到210亿美元，占到1/4以上。所以说，他们是非常不希望丧失中国这个市场的。而且中国现在的芯片制造技术也是突飞猛进。如果美国不准英特尔这些公司向中国投资14纳米以下的芯片工厂的话，中国有可能自己就获得这个技术了。所以他们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就进一步丧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不仅想要在国内振兴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还企图联合其盟友伙伴控制全球芯片供应链。3月，美国向3个主要芯片制造商所在的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提议组建芯片4方联盟。眼下，是否入群的压力来到韩国一方。韩国总统尹锡悦周4就该国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采取的措施，要求外交部向中国事先说明情况，以防中国产生误解。若已产生误解，外交部应积极开展外交，消除有关误解。尹锡悦称，随着供应链环境的变化，韩国决定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并将就是否加入芯片4方联盟做出抉择。但这些并不是为排挤特定国家，而是为扩大国家利益而需考虑的问题。我觉得韩国应该很可能会加入这个联盟。在安全和军事领域，韩国是非常依赖美国了，所以说韩国的其实话语权是很小的。另外一个方面，韩国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贸易方面是非常依赖中国的。它自己是资源非常有限的一个国家，它的很大一部分关键物资是需要从中国进口的。目前韩国大概30%的进口是来自于中国，所以说如果韩国跟中国的关系恶化的话，对它也是很不利的。针对美国向韩国施压，要求其在8月底之前答复美方是否加入4方联盟，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相继对此事表态，谴责美方行径是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的逆流而动，希望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出发，多做有利于维护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事。据路透社周4报道称，美国正在调查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有否将美国军事敏感讯息传送给中方。中国驻美大使馆在给路透社的回信中批评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除了对中国科技企业发难，美英情报头子再一次同场渲染中国威胁。对于这些无理抹黑，中方予以坚决回击。路透社的报道引述2名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对华为展开调查，原因是担心安装了华为设备的美国信号发射塔可能会捕捉到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井的敏感信息，然后华为可能会将这些信息传给中国政府。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认为，安装在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附近的华为设备蜂窝塔是美国政府主要关注目标。该委员会的成员布伦丹·卡尔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对路透社说，蒙塔纳州马姆斯姆罗姆空军基地就使用了华为技术，这个基地是美国境内3个监管导弹发射场的基地之一。卡尔称，某些技术可以被用于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提早获悉洲际弹道导弹执行打击任务。这一说法实则没有依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回复路透社的邮件中表示，美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全力打压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公司，却没有提供任何确凿证据证明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华为早前多次重申旗下设备安全，不能用于网络间谍活动，也从未协助政府获取情报。路透社将美国政府对华为的行为称作一场中美科技战争，并强调路透社无法确定华为的设备是否能够收集这种敏感信息，并将其提供给中国。今年1月，英国前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就公开承认，英国政府禁用华为5G 设备和服务的决定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是由于美国的施压。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现在在替代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其实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它是要花很多的钱的。那现在有一些资金，据说也不够，还要继续投入。那要为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资金投入，要寻找借口，所以它更加要在华为是不是这个设备造成国家安全威胁这个事情上，它要不断的去找茬。除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发难，近期美英情报部门负责人连续鼓吹中国威胁的做法，也引发外界警惕。周3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虽然主持人的大部分问题与中国无关，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却多次主动提及中国。谈及俄乌局势时，伯恩斯称美方并不认为中方提供俄罗斯任何军事援助，但他接着话锋一转说，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中国正在从俄罗斯的失败中吸取到教训，其中一条就是一旦动用武力，就必须快速召集大量兵力，以便快速取得胜利。You don't achieve, quick, decisive victories with underwhelming force. I suspect
the lesson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military are drawing is that you've got to amass overwhelming force. If you're going to contemplate that in the future, you've got to control the information space. You've got to 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shore up your economy against the potential for sanction. 他还在台湾问题上无端妄言称，目前的问题不是中国大陆是否会动武，而是何时会动武。伯恩斯认为，未来10年内，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将会随着时间不断增加。实际上，伯恩斯将台海问题与乌克兰局势相提并论，就是想混淆视听。中方多次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后退一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就指出，乌克兰问题同台湾问题有着根本区别，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奉劝美方意识到自己作为危机始作俑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为推动对话解决、停止阵营对抗做出积极的努力，而不是拱火浇油。与伯恩斯同场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的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当天也就涉台、涉疆和涉港问题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I'm puzzled that over the past more than 100 days since the crisis, people keep challenging China's principled position on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without looking into the root causes for the conflict. Right? Actually, there's a double standard when talking about sovereignty. On Ukraine, people emphasize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But on China, they are doing damage to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particularly on Taiwan. 秦刚表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蔡英文当局借助美国搞渐进式台独，而美国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大肆提升美台官方关系，不断派高官访台，售台大量先进武器，发表军事防卫台湾错误言论。因此，由国际文件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受到了威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What we need to do,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many tim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committed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have a conflict with China on Taiwan. So, no conflict and no war is the biggest consensu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urge the United States to honor its commitments with actions, and to fully implement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stipulations of China-U.S. joint communiques. 除了伯恩斯，英国军情6处负责人理查德·摩尔同日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也将矛头对准中国，称西方想要了解中国如何实现其战略目标，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挑战。But if you go beneath that strategy in terms of how they implement, how they organize, how they, what their tactical intent is, and then what are the capabilities they're building up, that's a black box. And there's a role for organizations like mine in helping British ministers and policymakers to understand that so they can navigate this really complex, difficult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摩尔扬言，他领导的英国军情6处从未对中国抱有幻想，并宣称遏制中国已经成为该机构的首要任务，其重要性超过了反恐。
他在讲话中也强行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妄称西方国家必须帮助乌克兰获胜，或是至少从实力占据优势的地位谈判，从而向中方发出所谓武力统一台湾将导致可怕后果的信号。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这不是美英情报头子首次同台对话发难。本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英国军情5处处长肯麦卡雷姆联合声称，中国是最大的长期威胁。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指出，这是这2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史上首次联合公开露面。克里斯托弗雷声称，中国带来的挑战正改变游戏规则，干预了西方的选举，又老调重弹指责中国所谓黑客窃密。对于美英情报部门的抹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强烈谴责这种贼喊捉贼、欺世盗名的丑陋表演，并指出，美英情报部门才是任意对别国搞窃听、偷窃、渗透、颠覆的惯犯，早已臭名昭著。他们散布种种奢华谎话，目的是要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制造恐华排华情绪，并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自身的丑恶行径。外交部当时也回应表示，众所周知，军情5处、军情6处作为英国情报部门，可谓是安插间谍的行家里手。他们发表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报告，完全是把他们自身不光彩的行为投射到中方身上。那其实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英国在这个跟随美国，针对中国的这方面，它其实是还是非常紧跟美国的这个步伐的，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奥斯的联盟等等，那其实它是加强了在军事等等各方面的一系列的合作。因此的话，这个是反映出来英国在这个跟随美国针对中国的这个政策上面，它是反映出一定的协调一致性的。因此，在这个鼓吹中国的威胁这方面，我们看到它和美国也是保持一定的步调一致。尽管先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开了绿灯，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2次警告芬瑞两国必须兑现承诺，否则土方仍能把他们挡在北约门外。而为了游说土耳其顾全大局，给芬瑞两国入约让路，拜登政府答应向土耳其出售 F-16战斗机。不过，这一承诺在国会遇阻。分析认为，如果芬瑞两国以及美国不能满足土方条件，瑞芬入约又将再起波澜。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周四表示，土耳其、瑞典和芬兰3国代表团将于8月就北约扩员问题举行会面。不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一天表示，几乎所有北欧国家都成为了恐怖主义的巢穴。埃尔多安重申，芬兰和瑞典应遵守此前的承诺，否则土耳其会继续阻挠2国加入北约的进程。埃尔多安周一还在内阁会议后的电视讲话中说，我想再次提醒，如果这2个国家不采取行动满足我们的条件，我们将冻结2国加入北约的进程。埃尔多安还特别指出，瑞典在这件事上的形象不佳，但他没有解释这句话的含义。芬兰和瑞典5月18日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土耳其先前一直反对这2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3国举行多轮谈判，并最终达成妥协。6月28日签署备忘录。芬兰和瑞典承诺包括不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和居伦运动，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为此进一步强化立法，迅速全面处理土方所提驱逐或引渡恐怖嫌疑人的要求。北约30个成员国本月5日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按照程序，议定书需经各成员国议会审批且全部通过，芬兰和瑞典才能最终加入。埃尔多安在讲话中说，3方协议内容包括瑞典方面把70名恐怖分子遣返回土耳其。不过，瑞典方先前说不会把任何一名本国公民移交土方，非瑞典公民可能会被驱逐至法律制度与瑞典法律制度及欧洲人权公约相符合的国家。而且在欧洲，土耳其认定的恐怖分子有部分人被认为仅是埃尔多安的反对派。芬兰和瑞典2国有不少民众坚决反对将埃尔多安的反对派遣返回土耳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土耳其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某种程度回应了2国的安全诉求，也必然要求这2国落实此前的承诺。但2国，特别是瑞典国内的反对声音也不容忽视，这中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也让瑞芬入约依然存在变数。对于土耳其来说，非常担心的是，当自己做出了让步之后，没有得到预期的目标，或者是说
说呢，此前签署的协议大打折扣，这对于土耳其、对于埃尔多安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一种前景。就埃尔多安的讲话，瑞典和芬兰方面尚未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方将与三国合作，以便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进程尽快推进。不过，就在埃尔多安发出警告之前，美方显然又朝土方捅刀子。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要求土耳其在购买更多 F-16战斗机之前，需要经过额外的认证程序。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坚称，向土耳其出售 F-16战机并不是土方同意北约在北欧扩张的交换条件，并称他可以让 F-16军售案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埃尔多安去年表示，土方已经寻求购买40架 F-16战机和80套升级包，以改进土方现役同型号战机。早前因土方不顾美方及北约强烈反对，从俄罗斯购买 S-400防空系统，美方已将土耳其踢出 F-35联合生产项目，而与土耳其有领土纠纷的希腊还想取而代之。希腊国防部长帕纳吉奥托普洛斯本周正在访问美国，继续寻求美方让希腊加入 F-35战斗机联合生产项目，并游说美国不要将 F-16战机出售给土耳其。希腊和土耳其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归属、领海与领空划分、塞浦路斯等问题上分歧严重。观察认为，拜登政府当初游说土耳其答应瑞典和芬兰入约，是有承诺在武器出口上让步的。如今因为国内政治原因背信弃约，会让美土关系生变。美国尽管想尽可能的整合北约，拉紧盟友和伙伴，但是受制于国内的一些因素，受制于所谓的一些政治正确的问题，受制于不同利益集团的考虑，很多时候拜登自身的想法是难以落地的。但是对于土耳其来说，如果出现了一些变数的话，土耳其会把这笔账算在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头上，会进一步的使美土之间的关系出现一些负面的变化，会使美土之间的离心倾向进一步的加深。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中立政策，但在俄罗斯2月下旬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转向，寻求加入北约。土耳其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在人权、民主方面遭西方国家批评，导致双方关系不睦。欧盟数十年未圆。另一方面，土方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俄罗斯、伊朗协调合作，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展开斡旋，并拒绝跟随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二还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莱西举行阿斯塔纳进程3国领导人会议，并与普京举行双边会晤。对于土耳其来说，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向来符合既有的向东看的战略安排，同时也是土耳其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实现大国梦过程中的一张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瑞典未能在反恐问题上满足土方的要求，而准备再度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问题上踩刹车一事，您是如何看？我想，对于土耳其这个态度上的急剧转变，不仅芬兰、瑞典会觉得无可奈何，甚至连美国与北约都会觉得哭笑不得。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拒绝跟在土耳其后面承认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组织，以及支持巨人运动，并不是芬兰与瑞典的单独行为，而是整个北约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共同意志。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与巨人运动不仅仅是出于他们的良心发现，更是符合其基本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而芬兰与瑞典为了加入北约，跟土耳其签订这样一份备忘录，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是在代表整个西方世界，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向土耳其承认我们做错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多安指控瑞典未能满足土耳其的要求，是因为瑞典没有按照土耳其的要求引渡卡卡巴维等人到土耳其接受审判。要知道，瑞典虽然在备忘录中承诺向土耳其引渡一批所谓的恐怖分子，但是卡卡巴维不仅不在协议引渡的名单当中，而且是有着库尔德血统的瑞典国会议员。而在瑞典，不仅有6名国会议员有着库尔德血统，他的境内流亡的库族人还高达10万。
假如要把这些议员都引渡到土耳其受审，那不仅有违于瑞典的司法正义，更有违于瑞典的价值观念。因此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而在明知瑞典做不到的情况下，埃尔多安仍然提出了这样一个极其苛刻的要求，那不是在刁难瑞典，就是另有目的了。那您觉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再度以苛刻的要求来阻止瑞典加入北约，其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在埃尔多安再度在加入北约问题上为难芬兰、瑞典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方式通过决议，要求土耳其在购买更多 F-16战机之前，需要经过额外的认证程序，并且放话称不会向土耳其出售 F-35战斗机。也就是说，并不是瑞典违反了跟土耳其之间的备忘录，而是美国变卦了。国会在对土耳其出售 F-16战机问题上增加了一道门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埃尔多安感到自己的计划要泡汤了，甚至是被人玩了一把。于是不便向美国发作的埃尔多安再度将瑞典当成了替罪羊，把气撒到了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土耳其在加入北约问题上刁难芬兰与瑞典之前，埃尔多安还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伊朗举行了会晤。因此不排除埃尔多安这次出手也有讨好俄罗斯的意味在里面。要知道，在这次俄乌冲突当中，土耳其是唯一一个在俄乌之间两边讨好、两边挣便宜的北约国家。一方面向乌克兰出售了大量的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另外一方面又坚决拒绝配合北约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这恰恰就是埃尔多安与土耳其政府外交理念与路线的典型体现。也就是一方面抛开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为重；另外一方面，这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玩弄大国平衡战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东西方两边通吃的商头鹰了，土耳其才是。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从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周四结束为期10天的例行年度维护，恢复供气，这让一直担心俄方在维护结束后继续切断供气的欧洲国家松了一口气。不过，俄方继续发出警告，为北溪1号进一步减少输气量留下空间。为了让欧洲安全过冬，欧盟呼吁各国少用气。周四，德国能源监管机构确认，北溪1号在当天一早恢复输气。运营卢布明2个天然气接收点的德国卡德天然气运输公司证实，北溪1当天的供气量约为满负荷的40%，与管道例行维护前水平一致。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克劳斯·穆勒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尽管俄罗斯彻底停供天然气这种最糟糕的情况没有发生，人们对于获得40%的输气量感到宽慰，但考虑到消失的60%供气量和政治不稳定性，目前还没有理由完全解除警报。北溪1号管道2011年建成，是俄罗斯对欧洲主要输气管道，经波罗的海海底连接俄罗斯和德国，再通过德国的管道系统接入欧盟的天然气网络。本月11日起，北溪1暂停输气，展开为期10天的年度例行性维护。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北溪1号仍缺少一个关键的涡轮机。虽然加拿大政府表示已经给这台西门子公司送到加拿大修理的设备签发了豁免，但预计送抵俄罗斯手中的最快时间也要到24日，错过了北溪1号的年度例行检修。运营管道的俄气公司表示，下周二北溪1号的另外一台涡轮机也必须停机检修。届时，如果无法将此前送修的涡轮机安装回去，北溪1号的输气量将再打对折，降至满负荷的20%。俄气公司催促西门子公司为此负责。
俄罗斯是可以说借这个机会要做适当的反击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北溪一现在对这个俄罗斯和这个欧洲，尤其是德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天然气管道。那么不论是从这个能源收入还是这个能源的安全供给、能源的这个稳定的使用来讲，都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其实出现这个结果对双方来讲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俄罗斯其实也希望被制裁的这样的措施变成自己的一种反制裁的措施啊，反制的手段。来对这个欧盟施压。国际能源署周一警告，一旦俄罗斯停止供应，欧盟任何措施都将无法填补天然气的缺口，将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国际能源署给欧盟提供了5个建议，包括减少天然气使用、制定夏季制冷温度标准。欧盟委员会周3就发起为安全过冬节约天然气的呼吁，提议从8月1日到明年3月31日，各成员国将天然气消耗减少15%，并每隔2个月向欧盟汇报一次节能措施的推进情况。欧盟的目标是在11月1日前将天然气库存提高到80%，但分析指出，如果欧盟不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俄方不可能满足欧盟的愿望。欧盟还提出借鉴新冠疫苗的分配经验，对天然气实施配给制度，优先保障医院和居民等重点用户。其他工业企业等非保护性客户将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不少行业正在向欧盟寻求救济措施。在欧盟27国中，各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不同，因而态度也迥异。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小的国家就拒绝欧盟节约用气的建议。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罗德里格斯表示，无论发生什么，西班牙民众都不会遭遇断气或断电，西班牙政府也会捍卫西班牙的工业生产。这样的一些限制措施其实很难得到这个欧盟这个很多成员国的认可，因为它的这个议事的规则就是要全体一致嘛。欧盟大部分的国家，它的其实这个能源效率已经很高了，已经没有多少这个减少的空间了。第二个就是现在是特别是热浪滚滚，那么在欧洲来讲，天然气主要是用来发电嘛，那么这种炎热的天气必然要求增加这个电力的供给嘛。那这样的话，减少天然气的这个使用的话，其实会遭遇到很大的这个民众的阻力。那么第3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还要考虑天然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那么特别是对德国这样的国家来讲如果能实施的话，可能这样的一种限制措施，可能最后仅仅是一种自愿的措施，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最近，在欧洲国家的媒体和网络上，一张有关如何洗澡的照片被广泛转发。这张图表示，洗澡只能洗4个部位，以节约能源。相关说法最早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竞争专员维斯塔格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提出的。他建议欧洲人控制自己和年轻人的洗澡时间，来应对能源危机。然后在关水的时候说：“接招吧，普京。”德国图片报在报道此事时就呼吁德国民众洗澡只洗臀部、腋窝、脚和腹股沟4个部位就够了。周3，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一个国内论坛活动时说，这幅图让他生气。Позавчера мне показали картинку, там в интернете, в СМИ в Европ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картинка, человек изображен, и внизу подпись. Значит, хочешь рассердить Путина, мой только эти 4 места. И показано. Здесь, здесь, здесь и здесь. Ну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Совсем с ума посходили, понимаете? Экономьте воду, экономьте, значит,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ю,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о. Ну бред какой-то просто. Понаделали ошибок, а теперь не знают, что с этим делать, и ищут виноваты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2警告称，俄罗斯断供天然气将对欧盟各国造成不同打击。模型显示，如果俄罗斯中断70%的供气，欧盟可以在短期内通过从其他渠道进口天然气和使用其他能源来应对。如果俄罗斯完全断供，欧盟各国又无法共享天然气，则在未来12个月内，欧盟的 GDP 将下跌近3%。在各国无法共享天然气的模式下，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意大利将遭遇严重经济衰退 ，GDP 缩水5%到6%以上。高盛公司也提醒，欧元区通胀将在9月份达到10%以上的峰值。如果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量恢复至较低的水平，欧元区将在2022年下半年处于衰退的边缘。我觉得欧洲的这个今年的经济衰退基本上是定型了。其实最主要它的影响，
其实就是在于这个供应链的问题。那这个供应链里面最主要就是能源的供应链的问题。那么能源供应链其实引发了这个价格的高涨，那么导致了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的问题。那么在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的时候，各国央行需要重新考虑它的货币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可能会投鼠忌器，就是我要这个降低这个通胀，我可能带来的就是经济的衰退，那么可能处于一种两难的这个状态啊。